这是一颗价值100亿的陨石大蒜，营养价值堪称逆天，只要吃一半就能让弱鸡秒变猛男。但想要处理它却十分困难，由于常年吸收天地精华，让大蒜拥有强大功效的同时，导致外壳也变得极其坚硬，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。于是制作它的重任就落到了小松的身上。虽然小松的厨艺非常高超，可忙活了半天却是连外皮都没能剥下来。一旁的莱布暗自窃笑，按照小松继续这样操作下去，他怕是一辈子都吃不上这头大蒜。可现实却啪啪打脸，短短2分半钟的时间，小松就找到了剥掉蒜皮的方法，那就是用高温炙烤，然后再用小刀顺着纤维切开，菜刀流畅地划过大蒜的外皮。很快小松就将蒜皮全部剥离干净。可离谱的是，当他用刀子切向果肉时，果肉的纤维竟会自动偏转方向，无论小松尝试用何种刀法，刀刃都无法刺进果肉分毫。就在莱布以为这小子没招的时候，却没想到小松转头就拿来了奶酪白菜。只见他将切好的白菜放入热水中浸泡2分半钟，随后捞出将煮好的白菜，小心翼翼地贴在大蒜表面。看出莱布心中的疑惑，小松解释到奶酪白菜上有很多的微生物，即使是在坚硬的蒜肉也能被轻易分解。这波操作让莱布彻底被小松的实力震惊。而此时小松正全神贯注地处理大蒜，浑然不知身后的莱布已经悄悄将体内的毒液分解。莱布露出一脸和善的微笑，趁着小松专注之际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对于小松的美食技艺，莱布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了。他猛地从背后一把抓住小松，小松瞬间娇躯一震，只见莱布缓缓地将手伸向菜刀，可没想到他却是告诉小松下刀的位置，真是吓了小松一跳。原来莱布只是真心想帮小松完成这道料理。年轻时的莱布很穷也没渊源，但唯独对烹饪却是无比的热爱。在小松的身上，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经过长达2个半小时的努力，陨石大蒜终于大功告成。小松和莱布共同将它端到了众人的面前。阿鲁惊得目瞪口呆，而可可却微微一笑，一切都在他的预料当中。他相信在小松的引导下，莱布定能驱散心底的阴霾，重新找回作为厨师的初心。当巨型锅盖掀开的那一刻，众人全都亚麻呆住了。陨石大蒜虽然已经小了很多，却依然庞大的让人无从下口。话音未落，只见大蒜的顶端留下一滴金黄色液体，下一秒大蒜如同炮弹一般冲向云霄，在夜空中绽放出无比绚烂的烟花。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伴随着绚烂的烟花过后，一颗金色的流星缓缓落入盘中，而这才是陨石大蒜真正的本体。待烟雾散尽，大蒜也非常懂事的自动分成大小相同的5份，几人迫不及待的各自拿起一半。可小松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难以置信，刚刚还弱鸡无力的小松，竟瞬间变成了肌肉猛男。不只是小松，吃下蒜瓣的众人肌肉一个比一个夸张，最离谱的当属可可，这身腱子肉恐怕范马勇次郎看了都自愧不如。阿鲁见状也迫不及待地吃下蒜瓣，这一刻他的大脑轰然炸开，这味道简直比顶级的和牛还要美味1万倍。就在众人为身体的巨变而欣喜若狂时，莱布却若有所思。最终他决定将美食赌场托付给阿木去管理，而他自己则要踏上寻找真正厨师之路的旅程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陨石大蒜是一种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的珍贵食材。小松先用高温炙烤软化外壳，再用奶酪白菜包裹，利用乳酸菌等微生物的酶解作用分解坚硬纤维，完美呼应了现实中酶解嫩化的科学原理。大蒜化作烟花后分裂成5份，吃下后